学周易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不自觉地把追溯朝代的上限框定在周朝的范围内。毕竟周易产生和形成于商末周初，但是我最近读到了李学勤先生的一篇文章，才发现有些考古界早已确证了的事实，很多人，包括我，却落后30年而未知。说到商代，你是不是也仍旧停留在北至易水，南抵江汉这片狭小之地上的原始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印象里呢？我就是有着这样的认识，以至于当我读完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时，一时间惊诧不已，同时也立刻想到《周易》经传里的一些象和词，似乎可以有更为生动形象的理解。李先生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1994年发表在《学术机林》卷1上。李学勤先生在文章中首先从中原和西南的交往说起，以考古出土的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测定为依据，通过对殷墟妇好墓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的测定，考证该青铜器的铜铅矿料可能全部或部分来自云南永善金沙。云南永善金沙、巧家、昭通、新平、元谋等地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这种比重值低的异常铅矿质在商代青铜器中占有较大比例，而在西周青铜器中为数较少，到东周青铜器则几乎没有了。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周代时靠近中原一带的矿产已经被开发之故。殷商时期的中原青铜器采用云南的矿料，说明当时两地间已有固定的交往，由殷墟到西南存在着一条畅通的道路。新的考古发现更足以使人瞠目。1994年2月，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对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包含彩陶和牙章等若干的文化层。这些出土的遗物与中国、越南及东南亚等地出土的遗物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特别是牙章。牙章是古玉研究中的传统名词，本于周礼，指的是一种极有文化特色的玉制端刃器，其形制是呈扁平条状，器身前端其间有刃，后端有长方形内与身间常有栏齿。这种器物不能实际安臂，就是没办法安装柄一样的部件，也没有使用痕迹，所以不是兵器，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礼器。牙章的这种独特形制不可能在彼此无关的文化中分别产生。那么香港南丫岛大湾的这枚牙章应当是夏代二里头文化至商代前期二里岗文化这一时期的类型。无独有偶，越南考古研究所所长何文进教授也在牙章在越南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越南永福省逢源等地出土的4件牙章中有2件较精细的，和香港南丫岛大湾的牙章属于同一时期的类型。李学勤认为，这种类型的牙章形制的特点是在内身之间有前后2道栏，栏中间有成组的细齿。在中国境内，这一类型的牙章最典型的出土于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二里岗期的一些遗址，比如盐师二里头、郑州杨庄、新郑望京楼、许昌大陆陈村等。
而与越南所出特别接近的，见于四川广汉月亮湾，其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到公元前14世纪之间。四川广汉的商代牙章和越南北部的同时期牙章十分相似，当然不会是偶然现象。结合中原地区同类型的牙章考虑，不难看出商代从中原到西南，并延伸到越南北部，有着文化传统交往的通道。这就确证了商代存在中原与西南以至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关于这个结论，李学勤先生还列举了其他一些考古线索，比如大家首先就能想到的龟甲。殷墟小屯村北 YH127坑出土的大量补甲，根据考古研究，从其鳞板结构形态等方面，可以断定为马来半岛的品种。而这种龟甲在商代传至华北，只能是少数的。补用龟甲在商朝是富有神秘意义的宝物，所以有少数巨大龟甲自东南亚流传到殷商首都，并非不可思议的事。在此之前，妇好墓中的玉器鉴定揭示，其玉料大多是和田玉，说明商代由中原通向西北直到新疆的通道不容否认。而商代通向西南的通道，以及由西南至东南亚的通道，则可通过近年来的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来证实，特别是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一系列考古发现，说明了在商代成都平原一带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可以称为蜀文化。蜀文化和后来兴起的滇、昆明及邻近地区的青铜文化，都应该联系这条从中原到西南到东南亚的通道来考察。李学勤先生从三星堆的一些器物最接近湖北、湖南所出，推测其文化传播路径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过淮河到达长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长江而上，穿入蜀地。总之，考古学家用铁一般的文物打破了不少人把商代想象为非常狭小和闭塞的奴隶制王朝的落后印象。对我们学习《周易》的人来说，有必要及时刷新《周易》里，特别是涉及象和辞的某些观点。仅以我个人粗浅的认识来说，我认为至少在以下的方面值得我们刷新认知。第一，从宏观上整体上感受《周易》古经原文的卦爻辞，其背后不但是巫史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某些卦爻辞具有的阳刚强健的气质方面，我们应看到其背后是强大的邦国实力的哲学提炼，特别是经文中所体现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包容精神，与商代可能产生的西南民族到东南亚等地区碰撞的多元文化当有关系。让我们不妨猜测，商代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神权王朝，而可能是一个有着相当开放程度的强盛邦国。正如向人知面的第一步要首先看人整体的气势气场一样，周易经文的卦爻辞正应该是国之强大实力的文化表达，表现的是商周国家的强大气场。第二，可以更夸张地想象周易古术的占验能力和作用。商代能够打通从中原到东南亚的文化通路，甚至可能进行的海上贸易，至少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成熟技术条件，那就是发达而精确可靠的历法系统。那么商代的历法技术已经成熟完善到了何种程度呢？这方面的专家冯石先生在他的《100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这本书里
有详细的探讨，足以让我们震惊。比如在距今6000纪中叶，也就是公元前4000年前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几乎是迄今所知人类文明史上综合体现天文与人文内涵的最早的原始宗教遗存。该项目的考古证实，天文科学方面的圭表已经被发明了，说明方位的纬度和四气的测定在这时已达到准确的程度。当时的先民已初步建立了28宿恒星观测体系，形成了以4个象限宫中的授时主星为主要星象的4象体系，认识了北极星，完成了传统天文学5宫体系的建设，同时建立了盖天宇宙学说，2分2至4气已能准确测定，并有可能已创造出12律律与时间的相互配合。而商代是在又过了3000年之后才产生的。自西水坡至商代的这3000年，天文学并没有停滞。比如先民们又创造出了用于占验的试盘，圭表也更完备和精美。商人已经建立了4方、5位、8方、9宫的空间体系，也同时认识了圆形的天和亚形的地，建立了基于日月规律的祭祀制度，还发明了计时漏壶，保证了在阴天和夜晚也能准确计时。商代实行阴阳合历，祭日以干支，祭月以朔望，祭年以四气，并以闰月调整太阴年与回归年的周期差，平年12月，闰年13月。阴历的日首确定为鸡鸣辰时，一日均分为12时。朋友们，你敢相信吗？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都未必普及的历法常识，却早已在3600年前的商代成熟和完善了。阴历只有春秋2季，春季约当于后世的夏秋2季，而秋季为全年的闲时期，约当后世的冬春2季。所以商代的农作活动只在阴历的春季进行，这是我们在阅读有关卜辞时应留意的一点。总之，作为可能是出于历法并高于历法的易经古术，也必须有足以适配人们长途贸易和超过3000公里长途旅行的占验能力。商代先民们需要的这种易经古术的占验能力，绝非用后世易传中那些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圆滑说辞就能安慰住的。先民们在这种极有可能舍身丧命的超长距离征途中，需要的不是广告，而是疗效。易经作为可能是比历法更重要的一种工具，绝不是因为后世易传宣扬的那种画大饼的哲学精神，而必然是有着足以让先民们在一定程度上信服的占验能力。而我们不应该自以为是地认为先民们都是愚昧未开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学习《周易》经传时，更加注重以象数为本的基本方法。易理固然是孔子与巫师同途而殊归的另一种境界，但象数学应为周易之本。第三，必须刷新我们对周易卦象的认知范围。易传向我们揭示了八经卦所代表的主要本象和意象。对于其中的很多卦象，过去人们主要立足于北方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下局限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的狭隘经验。我们需要刷新从气候上不但有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还有热带、亚热带、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和高山高寒气候。比如巽为风，为东南方。如果以中原地区的气候特点看，西北季风应该更为显著。为什么巽为风不是西北方呢？假如我们放眼至东南亚的范围，东南季风影响下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季、梅雨季等现象，巽作为东南方之经卦，就增加了合理性。又如经卦震，震为雷，《说文语部》解释说，震霹雳震物者。然而北方的雷是轰隆隆的雷雨声，人们称为滚雷，而只有东南沿海地区的雷才是像鞭子抽打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人们称之为炸雷。所以《说文语部》解释的震为雷之象，更准确地适用于东南方沿海地区。谢祥荣在《周易见龙》里解释震卦卦象时说，一阳爻之上有两阴爻，阴爻表示闪电时的区区之状，一闪为电，两闪同发方为雷。因此震卦阳爻上的二阴爻表示的是二闪同发而产生的霹雳雷声。正因为霹雳雷声听起来像鞭子抽打的声音，所以震卦的卦辞有震来兮兮，形容人们恐惧害怕的表现。不仅在象方面，在义理方面，周易的卦爻辞高频出现的舍大川、有福、光亨，特别是有福，更加符合在长距离跨地域贸易中人们广泛恪守的诚信与道德要求。信用是一切交易得以进行的基础，而商代的信用已经可以为东南亚、印度等地区所接受，说明当时先民们的社会生活中，信用已经普遍成为人们的道德准则之一。而类似的利舍大川，有可能还真是指人们可以跨越黄河、淮河、长江到更远更南的地方去活动。为什么呢？巽卦卦象中有一个今天看来很另类的晋历氏三倍，很多人认为是后人抄书时不小心误加的，但是在商周时期，历涉大川到达遥远的东南亚之后，人们的贸易活动很可能用海贝作为钱币单位，而且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晋历氏三倍，说明古人诚不我欺呀。再比如几千年来一家必争的坤卦卦辞西南德朋，我们也不妨凑个热闹。广汉三星堆发达的青铜文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我们对商代和西南地区的文化通道做出大胆猜想。西南德朋有没有可能那里真的有商周先民的好朋友呢？比如三星堆2号坑的青铜神树，树上站着9只鸟，每只鸟抓着一条有手无足的龙，龙都是头朝下倒悬，仿佛反生。北方文明的龙凤呈祥中的龙必然有4足，而三星堆神树上的龙绝不是中原的有足之龙，而可能是雷龙。在东南亚民间至今认为雷公是鸟形，雷神是巨鸟。易传中说震为龙，为雷，为反生，这一卦象可以说在三星堆的神树上有所体现。而三星堆遗址的文明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留待聪明的你来解答。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不当之处请您在评论区不吝赐教，谢谢。